敢来雪月城捣乱。哦。 此人剑术精妙，竟然不在师傅之下。这便是传说中的御剑之术。我方才悟出六国之术，还不熟练，怕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住手！无双城主，你来到雪月城，难道是想找我一战吗？期待已久。云霜、青霜、风萧、绝印、杀生、破解、红叶、蝴蝶、绕指柔、玉如意，去！这10柄飞剑，恐怕还不够看。那再加上这2顶呢？好，忙！司空城主觉得如何？ 虽有一战之力，却无一胜之机。我明白了，那便先战胜一战，再寻一胜之机。多谢司空城主。你来到雪月城，难道就想给我展示一次飞剑吗？我得令要去天启，此去无归期，便想表却一些心愿。此行来到雪月城，一是想见一下司空城主，了解我如今的实力；二是想见见落霞仙子。 见我？见我做什么？这个，我师父他已经放弃追逐什么剑仙之位了。如今他在我无双山后山剑庐隐居，他说他想明白了，若是仙子愿意，还请来无双城一叙。续你个仙人板板！哎，你莫激动，莫激动。师傅，你可不能答应他。 你看那个不要脸的家伙，那明摆着就是想吃回头草了。师傅，你不能去啊！师傅，跟他走又怎么样？呸！我才不会跟他走呢。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嘛？你又不是小孩，没有师傅你不能活。就是因为不是小孩子了嘛，所以宋耀奎能给你的，我全都能给你。说什么？ 这是表白，不是小孩子了，大人给的，你也都能给。这话我怎么听着有点奇怪呢？你脑子被打坏了？我没坏。这么漂亮的美人，天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我要是没有动心的话，我脑子才坏了呢。我是你师傅，所以嘛。 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我记性不好，但这诗不是这么念的吧？我早就看你这臭小子有点奇奇怪怪的，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胆子居然这么大，敢这么跟仙子讲话。你知不知道，当年有多少青年才俊是这样跟仙子讲的，都被仙子给打跑了。不过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啊。怎么了？徒弟难道就不能跟师傅在一块儿吗？ 嗯，你给我闭嘴！你跟他说，我不去。有些事情，一辈子只能等一次，上一次放弃了，就不会再有了。师傅说的对。哎，臭小子，嘘，闭嘴！看来燕子有回时，爱卿无归日，替我师父遗憾一下。 告辞。客官，店里还有吃的吗？真是对不住啊，客官，厨房早就停火了。 我跟那位姐姐那里还有些吃食。哎，客官，3思3。这位姐姐，我一路奔波，有些饿了，能否分我些吃食？你可知，即便是和我关系最亲密的同门，也不敢和我坐在一起吃饭。为何？因为我擅长下毒，
你所喝下的每一杯酒，都有可能是穿肠毒药。无妨，伙计。哎，客官来了。酒杯。有点意思。今夜的月色这么好，姐姐一人坐在这里饮酒，是在讲什么伤心事吧？有意思啊，无双城小城主。你认得我？我认得你这剑侠。你可知我是谁吗？我记性不好，师兄可能跟我说过，但我不记得了。我是暗河穆家家主穆雨墨。原来如此，素闻暗河穆家美女甚多，今日一见，传言不虚啊！真是个惹人怜爱的小孩子。我若是再敢往姐姐身边靠近一寸，姐姐就会折断我的手脚吧？那你试试啊！我可不敢。来吧，姐姐，咱俩喝一杯，顺便聊聊你眼睛里的那个人。哦，我眼睛里那个人。是什么样的人，能让姐姐你念念不忘呢？你有没有听过一首诗？一潭流水一潭月，半入江风，半入云。九江琵琶城内，他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。唐门唐连月，万绝榜上的高手。对，当年这世间谁不知道他的名字？即便是隐退多年，再次重出江湖，依然是唐门之首。姐姐，我想听听你们的相遇。我们的相遇，我们的相遇，从我第一次杀他开始。第一次？我一共杀过他3次。第一次我和他。我有些想去见他了。事情都已经了了，也随时可以去了。事情都了了。昌河的尸体在外面的马车中，我们将他送回暗河，然后就解散暗河。到时候，每个人都可以去做他想做的事情。你是苏家家主苏沐雨？你不认得我，却认得他。18剑阵神乎其技，很想见识一下。无双城主的剑是好剑，而我的剑只是杀气，并不值得一见。我们暗河已经退出了这场争斗，我与城主的这一战没有必要。雨墨，我们走吧。小无双，下次再见面的时候，希望也能听听你的故事。那姐姐记得来无双城看我，让一个暗河家主来看你。小无双，你可真可爱。就像这位哥哥刚刚说的，你们很快就不是暗河了。既然不是暗河，那苏家主所说的杀气也就成为剑。期待和苏家主一战。此行你要去天启吧？是的，天启。天启城中有许多好剑，此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甚至可以见到这全天下最好的一柄剑。最好的剑？无双城城主独自一人去雪月城，听说那个新任的少年城主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无双剑匣了。江湖传闻他是去挑战司空长风的。不可能，无双城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去雪月城动手。这些江湖人妄图去揣测2位城主的心思，实在是可笑。说起城主，
另一位城主也出城了。他是去往天启了。他是赤王的义父，此去天启，应当是给赤王坐镇的。雪月城这边，大城主还未归来，二城主身负重伤，三城主迫于江湖局势未能出城，倒是没有人去助阵。谁说没有的？唐门便可去助阵。唐门？我们和雷家堡暂时没有缓和的可能性，但与雪月城的结盟，不可轻易放弃。而且，我看好那个叫萧瑟的孩子。今晚约好，启程吧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在房间里好好疗伤吗？是啊，我还说把早饭给你送过去呢。受点轻伤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吃吧。你怎么也来了？因为他来了。是怎么回事啊？在这站了半天了。孤剑仙洛清扬，师从天启影宗，乃萧氏皇族的隐秘护卫。后影宗覆灭，如今世上的影宗弟子只剩2人。另一个是宣妃娘娘。没错，洛清扬是影宗最出色的弟子，后做了先帝的贴身影卫，救了先帝很多次。先帝为表彰他的功勋，临死之前送了他一座城。洛清扬选了西边最荒凉的木梁城，据说是为了练他的凄凉剑。凄凉剑？对啊，凄凄凉凉，生来无父无母，同门师兄弟都死光了，心爱之人嫁了2次，却跟他没什么关系。你说这样的人凄不凄凉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说他一剑把天启城牌匾给斩下来了？是啊，那个骆统领一剑就劈下了牌匾，直接拿着牌匾去了千金台，吓得千金台所有人都跑了，就连那个托二爷也溜了。天启城的牌匾一共被斩过3次，第一次是北离开国皇帝萧绎在破开城门之时，由于剑气太过于浩瀚，一剑打落；而第2次，则是60年前剑仙白羽救下那名被挟持的弟子时，一剑劈落，以此来警示天启城的人。第3次便是这一次。哎，那他为什么要拿着牌匾去那千金台啊？他这么做是因为那里聚集着3教9流，能够第一时间把他回到天启的消息传开。他除了斩落牌匾，还说了什么？一路上都没说话，一直到最后，重重把牌匾往地下一蹲，就说了4个字：问剑天启。义父只说了这4个字。是的。我写信求义父过来，他真的来了，却没和我说是以这样的方式。侯爷，现在怎么办？你是禁军大统领，别人把天启城的牌匾都给砸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应该杀头，一刀砍死。好啊，那赶紧去办。哎呦，我的侯爷，那可是孤剑仙洛清扬，我认识他10年了，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就不是人，那是怪物。我让禁军和虎门郎以他为中心围了几10个铁桶，那又怎么样？他若入这宫门，我拦得住吗？若一人一剑便能杀得了北离之主，这天下早就乱了。哎呀，李都统这分明是看不起老道啊！国师，您来我就踏实一些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他真的想杀皇兄，还砸什么牌匾？啊，还在门口喊什么“问剑天启”，直接杀进皇宫便是了。
问剑天启，这句话的含义可不简单呐。这一次洛清扬来，其中一个目的，就是要问一问剑，他是五榜牌的天下第一剑客。可是许久都没出手了，谁知道他还是不是真的天下第一？天下剑客想知道，他自己也想知道。那他还有其他目的吗？萧瑟，军报，方才有军报传回天启了。什么军报把你慌成这样？男爵进犯我朝边境，1日之内已经攻下了我们3座城池。什么？偏偏在这个时候。是，偏偏他就是在这个时候。现在城中有孤剑仙问剑天启，边境又有男爵来犯，这一切又是萧雨的阴谋。嗨，别管是什么阴谋，我已命琅琊军全军戒备，准备连夜赶往边境御敌。想不到，前不久还兵指天启的琅琊军，现在又要替北离镇守国门，军中老将应该有所怨言吧？怨言嘛，总归是要有的。可既然肩甲上画着狼牙，就要肩负起我们狼牙的意志。哎，这几日我虽住在城外军营中，但那个什么孤剑仙的事儿，我听说了。你不必担心我，我自有解决办法。你有信心？我听说那个怒剑仙和什么无双城城主都已经败下阵来了。对，所以我打算去青天界，让老天师为我开天剑阁。你要去求剑？不错。世人皆以为我是姬若风的弟子，传习他一手无极棍，就以为我的武功是棍法，但其实我的剑术凌驾于棍法之上。可即便是当年副帅，也没有办法突破那座剑阁呀。总得有人去试试。你来守国门，我来定天启。你要开天剑阁？对，麻烦国师了。今日为何你那位雷小兄弟没有来啊？若是到了关键时刻，得有人替你护法才行啊。国师不愿替我护法吗？实在惭愧，自打海上仙山一战，老朽便受了重创。原来如此。我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国师，他入天剑阁，我来为他护法。好。怎么，前几日才说答应我一块儿，现在又自己单独行动，说话不算话。来来来，殿下这边请。这儿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千洛姑娘去过剑心冢，这简直跟那儿一模一样。难怪啊！先代剑心冢冢主曾经来这里参观，后来便回了剑心冢，造了跟这儿一模一样的剑阁，只是没造那道门。因为他即便造出了这道门，也造不出这门内的那个事物。萧氏子弟萧瑟前来天剑阁求剑，请赐教。这么简单？100年前，花罗公主的佩剑落花剑，据说花罗公主生前最喜欢俊秀小郎君，故而单靠长相也能收获颇丰。
嫂，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棍法，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。这是什么剑法？这是北离开国大皇帝萧绎所创的列国剑法，只传萧氏皇族子弟。大开大合，霸道无比，非天赋绝佳者不能修炼。这列国剑法分为4句：绝生、破风、惊龙碎天。大多数人穷其一生，也很难练到绝生境。100年来，在此剑法上成就最高的是琅琊王萧若风，练到了破风境。加上落花剑，这殿下一共取了9柄剑了。哼，你这是要把我天剑阁掏空吗？这9把剑只是个彩头，我真正要什么，国师应该比谁都清楚。即便是琅琊王，当年也没有能打开这道门呐。若论剑术，我比王叔更强。金龙一剑，萧峰，你先进去，这我守着。多加小心，等我回来。父皇，很奇怪吧？你为何会在剑阁中见到蛊？这剑阁如此玄妙，想必我是入了什么奇门法阵了。哼哼哼，你倒是一如既往的淡然呢。看父皇的脸色如此康健，声音如此清朗，倒像是我心中的那个父皇。你很聪明，因为蛊只是你回忆里的那个父皇啊，是你曾经敬仰，到最后恨之极致的父皇啊。难怪啊，在我入阁之时闻到一股淡淡的檀香，看来我中的正是心魔幻阵，所以我的心魔竟然是父皇。旧案已平，往事已了，难道一切真的已经结束了吗？你依然放不下，为何那日你没有鼓足勇气，强行自己杀入法场，与朕彻底的决裂？我确实因为这个选择而自责。你恨蛊，当时恨，现在也恨，未来也还会继续的恨下去。旧案已平，只是琅琊王不会再回来了，你失去的那些东西也都不会再回来了。杀了蛊，杀了蛊，就能了结你心中的愤恨。只有一死，才能换一死，这是你心中一直的想法，这也是你
武功废尽，躺在暴雨泥潭之中，心里的想法啊？不是。怎么？你害怕了？我曾经确实这般憎恨过父皇，即便是现在你已经做出弥补，但我还是恨。我恨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妥协。我父皇和琅琊王叔当年的选择是为了天下安稳，我只是抱有遗憾。我遗憾我父皇当年为什么不能勇敢一点，战胜心魔，拯救兄弟。既然过去犹如覆水难收，如果我未来遇到同样的问题，我当不留遗憾。你要杀了姑，我杀的不是父皇，而是我心中之魔。你的朋友们都为救你而死了，你又当如何？不留遗憾了。果然是心魔患者。可惜了，以惊龙破门，以剑斩心魔，可天斩剑还是拒绝了你。为何？当你以剑斩心魔时，我本看到你的天下之志，可心魔之后，却又困于情义之间。这样的人，如何应天？如何斩天？这是你的束缚。我的束缚。能握天斩之人，就不应有这样的束缚。若真是如此，那我也拒绝天斩。等一下，这么多年，你是唯一一个可以走到这儿的人，我愿意给你时间，再无见解。他还能撑多久，你便还能握多久。没有谁能第二次进入这里，你可要想清楚。可惜了，对帝王而言，有些珍贵是无关紧要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说了这么重的声？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？咱们先能不能回答对方的问题？你在里面没有受伤。你看，果然是个不错的吉祥物。从这里出来，我就放心了。全罗姑娘不容易啊，凭着一杆枪，整整为你坚持了3个时辰。3个时辰？可我感觉在里面才过去了半炷香。其中玄妙我也未知，只是殿下
这道门一旦关上，就再也打不开了。你此次举荐未成，与洛清扬一战，只怕是凶多吉少啊！这位客官，打尖还是住店？就这儿了。这个家伙，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这种客官最是爱摆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1碗阳春面，1碗老糟烧。啊？怎么了？您还要不要点点别的？小店的梅花肉、桃花酿都是招牌。梅花肉啊，来1份梅花肉，定然是不行的。哎，不如你切一块在那阳春面当中吧。啊，1碗阳春面，1个老糟烧，6个铜板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有人从寒水寺运来一件重宝，要去九龙门。哎，知道，江湖上都传遍了，据说谁能得到那重宝，就能号令天下。我怎么听说那重宝是一门绝世武功啊？明明是一个绝世美女。拉倒吧，寒水寺能出美女？那是老大说的。哎呀，哎，几位客官里边坐。起开！又是一帮没礼貌又没油水的家伙。客官，客官，拿最好的酒、最贵的肉来。客官，您的面和老糟烧。哇，请慢用。哎，怎么了？你。这几位客官，本店规矩，先收钱再上菜，所以各位到底是要几斤肉、几两酒，还是提前说好？你是谁啊？在下萧四谷，是这雪落山庄的老板。哼，我没钱。哦，但是你一定有钱。实不相瞒，本店已经1个月没开张了，现在连工钱都开不出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身上这件裘皮大衣怎么也值110两银子。胡说！五花马，千金裘。我这身袍子，乃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便做了3个月，熨便熨了1个月，该10两。买我个袖子都不够。哼！我说你小子，到底听没听懂我说话？2两银子。什么2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2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来打奸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再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打劫啊！那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你是谁？雷无杰。雷无杰，正是。雷无杰是谁？不知道啊。雷无杰谁啊？没听过。江湖中有这号人吗？我初涉江湖，你们自然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不过，没关系，很快我的名字便会名震。什么无名之辈，给我上！
扛，雷门，雷下，雷无极，给我剁了他！天武帝萧绎于乱世之中挥剑而起，建国北离，后国祚延绵200余年，至明德帝一朝，国力强盛，四方来拜。明德帝有一子，名萧楚河，排行第6，天纵奇才，本是太子的最佳人选。然4年之前，明德帝胞弟琅琊王涉嫌谋反，被判斩刑。萧楚河当庭为其争辩，触怒龙颜，被贬为庶人，流放青州。太子之位悬而未决，朝中其余皇子争斗不断，使得朝局动荡，天下不安。而遭到流放的萧楚河却失了行踪，多年来下落不明。明德20年秋，寒水寺忘忧大师作画，以此为引，震动整个江湖的黄金棺材事件拉开序幕。老板，您看，咱这雪乐山庄开了都快5年了，现在这连客房都在漏风。您看，您要不要花些银子把这客栈给修整一下？这样还……你懂什么呀？我萧瑟的客栈，要的就是风雅2字。咱们雪落山庄，背靠青山，面朝历史。要是房间再多些颓败之感，那就更显风雅。这正是旅途中人所热衷的感觉。那是什么感觉？自然是在路上的感觉。在路上的感觉，那是什么感觉？等等，老板不会想把客栈给卖了吧？这大雪都下了好几个月了，一个客人也没有。马上连工钱都发不出来了，等这客栈一卖，咱哥俩没钱没地方，岂不是沦落街头？哎，来，你想太多了。就算咱这客栈白送给人家，人家都觉得破。这再说了，这老板的境界，岂能是我们这一介俗人所能懂的？你看，雪下这么大，咱们能看到的，就是一片白茫茫。这老板呀，他能看出来意境，这就叫做文人骚客。哦，哎，你看，
件事了。生意不景气啊，要不还是把客栈卖了吧。来客人了。哎，这个人连棉袄都穿不起，看上去不像是有钱住店的样子。你看清楚，他穿的这身衣服红得很特别。这样的料子，除了天启城玉绣坊这样的大铺子，否则要进一批料，都得把整个店铺卖了才行。接客。好嘞。这可是我的无方拳法，当然，我还有更厉害的东西。少年梦逐浪入场，相信乾坤年轮，好坏曾遇上分，闯荡才算人生。狂曾剑冷交激昂青春，它是我岁月风刃，天涯凌云尽所。怎样？现在可知道我是谁了？还不快滚！快走！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这100两。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我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。没钱？但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？嗯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一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，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。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。
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，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兄台好雅兴，这酒我们可以喝，但马车上的东西，你可得留下。哦，你们可知道这辆马车里头装的是什么？哼，不外乎金银财宝。你们这样说，倒也未尝不可。少废话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大雪天的，你们跟了我一路，实在是过于辛苦。但是你们要的东西，注定是拿不到。我想，还是请你们喝了这杯酒，然后。此前任，派你们来的人，或许没有告诉你我究竟是谁。这趟镖，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能够动得了的。你是蜀中唐门的人。撤！月影剑、防影术，都是绝等的杀人之术。再绝等的杀人之术，没有杀掉该杀的人，也是没有用的。我输了，刚才那局，是你胜了。小兄弟说笑了，我们杀手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生为我姐的幸运。这是雷家宝的火灼之术，怪不得他的头发会发红。月姬，我们走。喂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占尽上风，为何要离开？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，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你在那客栈，你一挥手，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了。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叫激光，需要你来救。这也行。这位大哥，你在后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刚才有人偷偷溜进去了。我想那明侯月姬也只是不想被人渔翁得利罢了。
啊！哇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？如今雪月城大弟子就在眼前，不跟着他，跟着你夏华。对啊，哎！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，只敢做些偷鸡摸狗之事。唐莲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谁是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？风无大师兄。千洛，三师尊知道你来吗？你不会又是偷跑出来？谁说的？我就是出来游历江湖，恰好路经此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看来还是偷跑出来的。我现在有任务脱不开身，只好传书给三师尊，让他把你领回去。唐莲，你敢？哎呦，大师兄！哼，不跟你玩了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唐莲，你给我等着！刚才那位是司空千洛，姓司空，莫不是强仙司空长风之女？正是我三师尊的女儿，雪月城的大小姐。哦，那还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千洛这次是真的是有些过分了。师尊这次托我运的是什么？这一路上竟引来这么多的高手。谁？雪月城唐莲。你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还会再见的。站住！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白发玉剑，轻功卓越，怎么从未听师尊提起过江湖上还有这样的高手？太大了，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啊！哼！哎！刚刚有人生过火呀！哦，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。我还怕那柴火太湿，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两个寻常的赶路人？快点！刘杰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雪月城，
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，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杰这个名字，却从未听人说过。你属狗的吗？闻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是花香，蔷薇之香。蔷薇？这个天气会有蔷薇啊？这是蔷薇露的味道。蔷薇露出大邑、占城、爪哇，并且只有天启城的百花阁才有的卖。这儿怎么会有？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，还能遇到能识风雅之人。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，他才卖给了我这一瓶，却一下就被你闻了出来。风高月冷，姑娘要进来坐坐吗？不必了。这是越姬笑送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他们二人就是越姬和明侯，杀手榜上位列第9。除了霸占杀手榜上前8席的暗河组织之外，绝对是江湖上最厉害的杀人王组合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就是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位朋友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就是接了帖子的都得死。所以今夜二位的命就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我接过你们的帖子，但我却没有死。敢问这位兄台？唐莲，所以我们这不又赶来杀你了吗？唐莲，你是唐莲，雪月城首席大弟子唐莲。哎，那这样说起来，你就是我的大师兄了。我雷无杰，我是从江南霹雳堂雷家堡来的。我也是雪月城的，小心！明侯天生不爱说话，所以他最讨厌话多的人。好大一把刀啊！你受伤了，你中的百香散也没有完全解，不然刚才那一刀，下一刀你一定挡不住。这一刀我来挡，师兄为我挡了一刀，我也为师兄挡一刀。哦，小兄弟竟然也是雪月城的人，那杀了你也不算枉杀了。只是明侯的刀不轻一把，你先试试我的剑吧。树衣剑，他们二人的兵器倒是绝配。树衣剑、金具刀，能一晚上见识到这2样兵器的人不多。小兄弟，你可看好了。江南霹雳堂雷家火器天下第1，却没想到小兄弟的内力也如此惊人，竟能赤手握住我的树衣剑。哼，你的剑我见过了，可我的拳你还没见过呢。是雷门的无方拳，拳未到气先到，这小子有一手。
哟，这不是莲吗？你不是说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吗？可是现在你看看，整个美人庄，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呢。蕊，莲，距离你上一次来，已经过了16个月07天了。你就这么不挂念人家吗？你们一个叫蕊，一个叫莲，听起来还真像是一对老相好。真是个好看的少年郎。刚刚听公子说想要赌一局，美人庄今夜有一场千载难逢的赌局，要不要一起玩玩？我可没有钱。不，你一定很有钱。姑娘为何如此确信？寻常人看到如此庞大的赌场，早就瞪大了双眼；看到我这样的美人，早已迷了心神。但你却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仿佛这样倾城的财富、倾国的美人，在你眼里都是稀松平常的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很有钱？蕊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你的接头人至今也没来，但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要小心，这几天不断有顶级的杀手为了那件东西涌入三顾城，他们中有很多人不好对付。公子还想赌吗？我有一座山庄，名叫雪落，大概值10匣这样的珠子，不知姑娘可愿先借我一匹？好说。今日的美人庄被这位公子包下了，想赌的留下，不赌的就请先回吧。天女说笑了吧？区区2匣明珠就能包下美人庄？这位公子看上去有些面生，怕是不懂这里的规矩。天女怎么也糊涂了呢？糊涂？不是在家做错何事？好了，我也就是吓吓你。至于为什么吓你，我只是想让在场的人知道，这位公子的赌局不单是金钱局。莫非是生死局？没错。这生死局是什么意思？光听名字就知道了。输的人不光要留下钱财，还要留下性命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这么赌了？哼，这个小丫头，我知道你想要帮你的小情郎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仅凭这三顾城美人庄，镇不住这个场。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唐莲。不过这小丫头说的也对，愿意入局的留下，其余的人可以清场了。有趣，这些人连黄金棺材装的是什么都不清楚，还敢来凑这个热闹，聒噪！你想做什么？听声音准没错，纯金的。纯金的？纯金的又如何？值大钱了。跳！跳！素未谋面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不是相信你，我只相信他。
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的判断，毕竟这家伙除了武功好，就没有脑子。骗人这种事，他确实干不出来。那你呢？我把我最好的2匹夜北马拿来给你拉货，你还不信我？师兄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马贩子。这一路上除了听他夸他马好以外，就没听过他说别的话。雷兄弟，你暂时没有拜入师门，师兄这2字，我想你可以不用叫得这么着急。哎，好的，师兄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这棺材里装的是什么？师尊并没有告诉我，他只是让我把它运到碧螺城的九龙门。另外，和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千万不要试图打开这具棺材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对这棺材更感兴趣了。千万不要对它感兴趣。我这一路上遇了10几波杀手，那么多人对里面的东西感兴趣，拥有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你这一身的伤是那些杀手？只是月姬和明侯，其他的不过是一些……其实关于这黄金棺材的传闻，我倒是听过一些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别这样看着我呀！这种传闻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大致就是，有人从寒水寺运送黄金棺材去边境，棺材里装着的是数不尽的财富，还有足以称霸江湖的武功秘籍。你相信？原本我不信，直到我后来发现，运送这黄金棺材的竟然是雪月城大弟子唐莲。那又如何？其实像这种传闻能传遍江湖啊，自然是有人背后推波助澜。不过像明侯月姬这样的杀手，显然是做不到的。相信你也听说了，几个月前寒水寺忘忧大师的事情。我猜这棺材内8成就是忘忧大师的尸首。只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它呢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只是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客栈老板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直奔九龙门吗？3顾城，美人庄。美人3顾：1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3顾倾我心。3顾城是前往碧螺城的必经之地，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商人经过这里，其中不乏1掷千金的豪客。而美人庄则是城内最大的销情窟，这里不仅是温柔乡，还是北离境内数1数2的赌场。可惜啊，雷无绝那小子还守着马车，不然真该带他来这儿见见世面。美人庄是这3顾城里最大的青楼，能来这里都是豪客中的豪客。他们的赌局太大，没办法用普通的金钱计算，所以这里的赌局都是用这种成筐的明珠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我们也去赌一局。哈，我可没有钱。怎么没有？咱们可是有一口纯金打造的棺材。闭嘴！我警告你，别打这个主意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接头人的，必须丝毫不引人注意。是天明蕊。都来看一看啊！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麻绳表演特别好看，不要错过啊！来，都看看啊！现在有请萨
大魔闪亮登场喽！这里呢有3根绳子，别走啊！再来一个！我还没把这绳子打开呢。谢谢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精彩表演不容错过，错过一定终身后悔。哼，就这2铜吧。哎，官兵来了！不是，那个对面居然有一堆人在那儿看戏呢。哦。话说这公子眼花缭乱，迷糊中就走到了一间小室跟前。这小室之内是空无一人，只有一张绣榻置于其中。再往前看，墙上挂着一幅栩栩如生的牡丹图，画上的牡丹颜色艳丽，花瓣娇嫩。这公子本来就是爱花之人，看着看着他就入了迷了。啊，这可真是人间绝色呀！突然，只见那远方一阵风吹了过来，这画一动啊，竟从画上下来了一个姑娘。这姑娘与平康坊的姑娘可大不一样，肤如凝脂，凤眼黛眉，这哪里是人间能看到的姿色呀？好个不知好歹的凡人！小生从未见过如此标致的女子，真是让姑娘见笑了。叫我牡丹就好了。牡丹，不知姑娘可是那画中之人？那咱以后还得有剧情，才有人看。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啊。却不知怎的落入此处。李少卿，你也跑来凑这热闹？凑什么热闹？昨天夜里有人死在了平康坊。公子低头一看，地上躺了个人，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。尸体无外伤，鼻孔中有不明毒素。妓女莹莹有犯罪嫌疑，但无实证。哎，我说你这脑子里除了案子，能不能有点别的？能不能有点爱好啊？不知道这画中，你知道这故事讲的什么吗？讲的是这牡丹仙子从画上飘下来，然后呢，还把那公子哥的魂给勾走了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啊？没有。于是这2人便手牵手走进了画中。去查案。饭还没吃呢。从此，这画中便有了公子的身影。说完了再去。我回来了。哟，什么好吃的？你们来的刚是时候，我研究的新菜。尝尝，不就是粉丝蒸腊肉吗？什么粉丝啊？这叫银丝牡丹。切，你什么时候变那么讲究了？你知道这菜名让我纠结了多长时间吗？现在长安城里最流行的是什么？知道吗？就是花仙摄魂，东市演出场场爆满，我顺势跟风，懂吗？懂了。甭废话了，赶紧尝尝，给我提点意见。哼，怎么样？我还是喜欢吃烧鸡。来，李少卿，尝尝。不用了。
来，两位里边请。请。啊，这院好香啊！大理寺办案，我们来问问于公子的情况。官人呐，我这儿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最大的爱好就是在这家里边摆弄些花花草草的。他也不像其他的公子，吟个诗做个对的，他呀就对这些花花草草是精心打理呀。精心打理的是老吴吧？啊，您说什么？这位是？在下常瑞凡，是于公子多年的花友，平时做些花草生意。于公保重，常某告辞了。官人们告辞。老吴啊，哎，来了。主任有何吩咐？你去把后院的花啊、草啊的赶紧处理了。姓常的带坏我儿子，我宁可把花都扔了，也不给他。赶紧！去！我们也想到后院看看，请便。看来于公子的确很喜欢牡丹。是的，这些都是公子生前栽种的。看，这株白无瑕，花瓣没有一丝杂质，世间罕见。常公子开了天价，我家公子都没卖。啊，是挺漂亮的。唉，公子走了，这花草留着，只能惹人伤心呐。我把死者房中的牡丹花带回来检验，这花果然有问题。说说。这盆中的泥土中藏有一种名叫四目杖的天竺香料，和死者鼻子中的药物吻合，能致幻，但是并不致死。那真正的死因是什么？一针致命。封住了颈项要穴，阳虚闭窍而亡。下针稳准狠，那个妓女啊，绝对做不到。如果凶手不是那个莹莹姑娘，而真正的凶手特意选择了她，又在房中的花盆里动了手脚，说明他想把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到牡丹身上，从而嫁祸他人。也不知道这个于公子生前得罪了什么人。这个恐怕就要去问紫苏了。老板，哎呦，玉儿啊，这是怎么了？老板，您这儿还有紫色的牡丹花呢。你说的是魏子啊？对。刚走路不小心，把姑娘那盆花撞碎了，我得赔她一盆。哎呦，姑娘，这样好不好？这边的花只要您喜欢，随便挑。你看那盆怎么样？这是凤求凰，那盆很贵的。老板，那就要那个。哦。爹，你快看啊！女孩子家的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爹，你看好不好看？哎呦！你这是从哪弄的这盆花啊？这是女儿买给爹爹的寿礼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咱家又不是什么大户人家，咋能花钱买这么贵重的花啊？我看这凤求凰应该是价格不菲吧？这可是雨儿
攒了好久的钱才给爹爹买下来的。爹爹不喜欢吗？喜欢喜欢。记住，以后女孩子家说话办事要矜持点。知道了，爹爹。爹，你看你。好，咱们把花搬屋里去吧。爹，您慢点儿。爹，花怎么样了？爹，花怎么样了？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你醒醒啊！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你醒醒啊！爹，你醒醒啊！我查过了，这个于公子还真没什么案底。会不会在别的资料库，只是我们查不到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，就是与家庭有关，可以查查于家这些年的恩怨，指不定会有线索。我让三炮去打听打听。老大，不好了，于家又死人了。是谁？这回是那个园丁老吴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老大，会不会又是那个仙子啊？哟，难道爹爹他不是第一个？别听他胡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昨日是爹爹生辰，小女特意在花店买了一盆名贵的花作为寿礼。可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就发现爹爹他倒在院子里的那盆花旁边，水壶也倒在地上。难道真的是什么花仙？你不要相信他。已经检查过了，死者也是中的4亩丈的毒，毒药就下在盆里的泥土中，遇水挥发。那这么说，和于公子的差不多呀。不过死者的后颈没发现针孔，还得把尸体带回去仔细检验，才能确定真正的死因。你说的那家花店在什么地方？大理寺办案，尽数回避。各位官人呐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有人被你店里的花毒死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！你最好老实交代，你为什么要对于家的园丁下手？哎呦，官人，你确实是冤枉小的了。这店呢，都是我独自打理的，我哪知道哪个客人要买哪盆花呀？再说了，我总不能把所有的花都下毒吧？即便如此，小的不知道要死几回了，是不是啊，官人？官人您明鉴呐！官人，这花儿又是哪儿来的？在老吴家的院子里发现的，里面下的毒和于公子种的一样。这次也是一针毙命吗？不，死者是被毒死的。
我记得双月说过，四目杖具有致幻作用，但并不致死。听他的意思是因为老吴家这盆水浇的比莹莹房中的那盆多，所以挥发的四目杖足以致命。对了，三胖，于公子和园丁老吴之间的关系你都查了吗？只知道那个园丁离开于府多年，最近又回来干活了，应该是女儿长大了，需要更多的开销。那他离开的那段时间去了哪里啊？说是在一个花商家干活啊，就是我们上回在于府见到那个常什么来着？常瑞凡啊，对，就他。唉，毫无头绪，需要吃个烧鸡找找灵感。我新研制的牡丹酥，咦，好看。别碰，那花有毒，我们还得去一趟于府。现在是我吃点心的时间。路上吃。哎，走。两位官人，我家主人正在卧室扎针灸，实在是不方便见客呀。那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。官人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去吧。官人，我是于府的管家张全。你家主人病了？是啊，最近府上事情多，主人是被气病的。我每天都给主人扎一次银针，病情已经好多了，不过还需要调养些时日。二位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吧，我代为转达。平时都是你给主人去治疗扎针的？是啊，进府之前我曾经拜过师傅，学过些针法。哦，呀，你看光顾着说话了。来人呐，快给两位官人上茶呀！老大，我查到了老吴从于府离开的原因。是什么？老吴的妻子早年过世，是他一个人把雨儿带大的。雨儿曾经生过一场大病，好不容易才治好。这是当时的药方，来我看看。哇，人参鹿茸燕窝，这上面的药可都价格不菲啊！我还查到了老吴离开于府的时间，大概就是雨儿得病不久。他女儿的病需要大价钱，这老吴偏偏在此时离职。还有，这是于府的人丁簿，上面记载着所有家丁入府离府的时间，很详细。你再去找雨儿问问情况。是。没错，小女的确是生过一场大病。说起来，这也是小女多年来的心结。此话怎讲？那些年，小女的爹爹跑遍了全长安城所有的医馆，都说小女的病没法治，病治不好。爹爹一夜间就好像老了10多岁。小女不想拖累爹爹，偷偷买过老鼠药，可又没勇气服毒。直到有一天，小女的爹爹从外地回来，说我的病有的治了。我喝了爹熬的药汤，身子渐渐好了起来。后来我看过药方，有好几味昂贵的药材。那他有没有说过这配药的钱是从哪儿来的？当时家中入不敷出，小女也不知道爹爹哪来的那么多钱。那个时候，爹爹显得心事重重的，经常喝醉酒回来，还总说些奇怪的话。什么奇怪的话？好像是说都是我的错，真是造孽呀！都是我的错，真是造孽呀！都是我的错。他就一直这样重复着，小女也不知道此话是何含义。都是我的错。哎，那你那日去花店，除了花店掌柜，还有跟其他人打过交道吗？有，
当时小女走在街上，有人把小女撞倒了，花盆也摔碎了。当时那人心肠特别好，他带着小女回到花店，又买了一盆，就是那盆凤求凰。你还记得那人的长相吗？我记得他的衣裳，料子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的。你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细节？小女幼时学过丹青，画给你看吧。第二任夫人，我们现在就去于府。我查到了，于府以前有2位夫人。怎么了？这侧夫人美若天仙，愚公宠得不得了。侧夫人喜欢牡丹，愚公就在后院栽满牡丹。侧夫人受尽荣宠，先怀上了，谁知道生产当天，侧夫人分娩完就一命呜呼，产下的也是一个死婴。而且，明天就是侧夫人的忌日。张全，给客人上茶。是。怎么不见夫人？我家内人昨天夜里受了惊吓，说是见了一个白衣女鬼，被吓得现在还神志不清，怕是不能见客了。各位官人，不知我儿的案子查办的如何呀？我们还在探查。那几位官人今日来有何事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我突然腹痛难忍。你家茅房在哪儿啊？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我求求你了，你走吧！不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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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府里容不下2个女人，你不要怪我，是你自己该死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夫人，不要过来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我儿子已经被你害死了，你放过我吧！我真的知错了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快点走吧！不要过来！我求求你！请喝茶。不要喝。怎么了？我已经知道杀害于公子和老吴的凶手是谁了。什么？谁呀？就是他，张全。你别血口喷人，我怎么能干出这种事？我是不是乱说？你先听我把话说完，看有什么好反驳的。你知道于公子钟情莹莹姑娘，那日在平康坊，你先在房里牡丹中下毒，于公子中毒晕倒后，你用银针刺其后颈，让他阳虚闭窍而亡。你拜师学过针灸，扎死个人并非什么难事。你冤枉我，主人，我学扎针只是为了伺候主人，从没想过要行凶害人呢。杀了于公子后，你又杀了老吴。当年老吴女儿病重，为了得到女儿的救命钱，他不得不听命于于夫人，暗地里害死了侧夫人母子。那天你故意撞倒老吴的女儿，在重返花店为其选花时，趁机将事先准备的毒药撒在花盆里，使得老吴给花浇水的时候中毒身亡。昨天夜里于夫人见鬼受惊，想必也是你在装神弄鬼吧？我在你房中找到了这个，怎么样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你这是为什么？这几宗案件都与牡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想必你是在为当年死去的侧夫人复仇吧？你
是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真不可能！你当年不是已经死了吗？那个贱人一心想害死我们母子，想让老吴斩草除根。老吴用一个死刑把我换了，随后把我交给他远亲抚养。我养父临终前才告知了我真相，而你明明知道真相，却为了这家丑一直三缄其口。助纣为虐者也得死！看来老天爷知道我心里想什么，还没等我出手，你们就一个个命丧黄泉了。等等，你是说他们还想狡辩？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回大理寺收押，把愚公送去尸检。报应啊！报应！快过来给钱！琢磨什么呢？案子不都结了？最后，凶手也没认罪，我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。哎，客官，您这边请。你来啦。那边查的怎么样？搜不了张全的家，也没有找到下毒的证据，没法结案。我说你俩行不行啊？人都抓了都没法结案，这么不专业。专业。这白欧侠真是美啊，好像比我之前在于府见到她时更加夺目了。公子，你也是爱花之人呐。你很聪明，张全的确是完美的替罪羊。他应该感谢我，是我帮他除掉了那些罪人。我们怀疑张全，是因为他的身世和动机非常清晰，而你，仅仅是因为一朵白巫峡，就制造了这起连环杀人案，实在很难有说服力。哦。那你们是如何怀疑到我的？因为这张全的作案动机看似缜密，其实不然。他明明是被老吴救了一命，却要对救命恩人下毒手，这实在是说不过去。再说手法，如果他在给雨姑娘买花的时候，在花盆里下了毒，那他怎么知道老吴什么时候浇水的？所以，他根本控制不了谋杀的准确性。再者说了，下毒已经可以使人毙命，杀死于公子却用银针，好像是在故意暴露自己的作案手法，或者说，凶手是在暗示我，顺着错误的逻辑往下推进。
2次作案都用到了四目杖，但一次致命，一次只是昏迷，区别仅仅在于水的剂量上。最开始我们并不明白，为何相同的作案手法，却会导致不同的结果。直到双叶专程请教花店老板。老板，啊，这牡丹花应该浇多少水才合适啊？小姑娘，你还真问对人了。哦，这牡丹花啊，喜高燥，忌低湿。哎，哦，你浇花的时候，一定得看清楚了土的湿润程度。要浇水呢，一定要浇透，尤其是要提防那个甲湿。甲湿啊，是那个甲虫的尸体吗？啊，哎呦，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？哦，我说的是真假的假，湿润的湿。哦，哎，小姑娘，你过来看看。啊，你看啊，这盆牡丹如果放在室内的话，土的湿度还可以。其实啊，就是假湿。你记住了，要是搬出室外以后，一定要及时的浇足了水。莹莹姑娘平日里只负责待客，自然不懂得假湿的道理。三炮问过他们，平日里浇花只是将叶片和花瓣沾湿，便认为是浇好了。这样的水量当然是不够的。而老吴是一个园丁，对花卉的习性了如指掌。我猜你是当夜潜入吴家埋了毒药。第2天，老吴将这花搬到院中，给盆中浇足水，四目杖的毒性才得以挥发。如此缜密的杀人手段，绝非张全这个门外汉所为。你作为长安城最大的花商，平康坊和花店的花卉，都是你供的货吧？你向于家高价求购白无瑕，于公子拒绝，你便杀了他。随后，于老爷恨你带坏了于公子，宁可把花都扔了也不肯给你。所以说，于老爷就是你最后的绊脚石。你利用张全的身世，间接害死了于老爷。于老爷死后，你就去府中高价买走了白无瑕和嫁接的方法。为了这盆花，你可真是煞费苦心呢。我实在不能理解，你真的就只为了这一盆花，夺去了3条人命？你们凡夫俗子只看得到他的外形，对我而言，他就是我的恋人。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被摄了魂，一袭白衣，乘风而来，我这颗心被瞬间融化了。没有任何人可以阻碍我和白无瑕在一起。挡我者，通通得死。我可以跟你们走，我只有最后一个要求，就是我死后，你们能把我葬在白无瑕这片泥土之下吗？这样，我就永生和他在一起了。你疯了！李少卿，你爱过一个人吗？我问你，如果有人要迫害你珍视的人，你会不会为了他与他人为敌？如果能与所爱之人在一起，被人耻笑疯癫又如何？李少卿，你大概还不懂爱为何物啊！哎，你们这菜色钱给我们老板娘就行了。炮爷，多谢客官。炮爷，赶紧的，花仙摄魂开演了，快看看！等我，老大，快开戏去了！给！哎，客官，结下账吧。
哎，思佳，走啊！你不过去看看。才子佳人的老套路，看一次还不够啊？800遍都不够。证据，这就是证据。这张脸好像在哪儿见过，记不记得？文侍郎身边的那个，我跟你说过的老仆人。证据也有了，我去报告老大，抓人呢。等等，你把证据偷出来了？啊？你说这是从侍郎府发现的啊？谁会相信？那咋办？打草惊蛇了？怕什么？再把它还回去呗。还回去还怎么证明啊？哼哼，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查到了王家和武家的关系。自从这武家小姐采选被退回之后，就被王妈子给盯上了。这王妈子直接上门提亲，武家主人彩礼都已经收了。凶手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，这3起案子都是针对武家的。先是杀死了掌管采选的罗德海，这武家送女儿入宫的如意算盘自然是落空。没想到这武家退而求之，答应了王家的婚事，但王家公子一死，这武老爷再次扑了空。如今这武玲珑又惨遭杀害，凶手看来是不想让武家得势。到底凶手和武家有多大仇啊？小玩意儿。哎，这位老张，我看你面色无光，印堂发黑，莫不是最近有妖物缠身？住手！你想干什么？哎，来人呐！抓强盗！你干嘛？竟敢在文侍郎面前动手动脚！关你屁事啊！放肆！喂，我忍！哎，文侍郎，我去抓！你别跑，别跑啊！朕记得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这案子跟文爱卿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可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？臣知错。要是你没能力查案的话，就别查了，朕马上换人。陛下，再给臣一次机会，朕已经有眉目了。那好，朕再给你3日期限。不过这一次，朕希望你不要辜负朕对你的期望。微臣遵旨。我怎么你？那都是张真脸啊！就一个晚上，假脸就变成真脸了。这要让老大知道，阴天了，乌云盖顶，
收衣服去。哦。萨摩多罗，长安起事儿戏，我说你可以不信，陛下说的你也不信吗？还有你黄三炮，竟然敢背着我跟萨摩胡来，趁早给我滚出大理寺！哎，老大，那文侍郎肯定有问题啊！谁没事在家里藏着编剧啊？王老师又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。啊？哦。死者是名男性，长相有多眉老睑，身材魁梧，应该是个习武之人。不会又是点穴死的？这次啊，还真不是。可以断定尸体虽然头被砍去，却是中毒而亡，也就是说，中毒在先，砍头在后。凶手之所以多此一举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我们无法辨认死者的身份。李少卿，罗总管的那份名单呢？我都已经查过了，上头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。先给我看看行吗？真是麻烦。上头的墨迹，我原来以为是罗德海写错之后涂掉的，可这么看来，这处墨迹是后来加上去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墨迹的新旧会有细微的差别，比如这处就应该是笔误留下的墨迹，而这处的运笔与其他不同，很有可能是凶手发现名单之后才涂抹上去的。哎，他傻呀！要是他怕人发现，直接拿走不就好了？我们不妨顺着这凶手的思路来想，既然这凶手发现了名单，如果想要掩饰自己行贿的事实，完全可以将帛书直接偷走。可是他只是涂到了自己的名字，而将帛书放回了罗德海的衣服里面，好像是故意让我们发现这个重要的证据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只要拿到这份名单，必然会查证罗德海受贿一事。三炮啊，采选的姑娘被退回之后，谁成了最大的受益者？谁是最大？哎，不，你问我干啥？就是你呀！什么意思啊？不是那个老大，跟你说正事呢，能不能正经点儿？少爷，你认真听点儿。你的意思是这些姑娘原本的追求者，或是爱慕的对象？没错。武家行贿本身就影响极差，这样一来，武家姑娘自然是再无进宫的可能。顺了。这个王麻子上门提亲啊，那凶手肯定是不会答应啊，对吧？哎，可是这武家姑娘怎么会被奸杀呢？哎呦，我又搞不明白了啊！为什么呢？你在干什么？李少强，那日双叶在尸体前进中发现的帛书是不是这样折好的？你怎么知道？真的都是为了案子。行了，说正事儿。三炮，拿酒。啊。哎，萨摩多罗，这是你最后一次使唤我啊？是吗？高看高。等我。哎，给。
李少卿，我想你的直觉应该早就告诉过你，真正的凶手是谁了。启奏陛下，昨夜有突厥骑兵进犯我边陲大营，无法确定此次偷袭是个人行为还是可汗授意所为。微臣以为，不如先观望几日，若他们就此停手。李治，你疯了！陛下，陛下救我！陛下，陛下！陛下！怎么，这点劲都吃不住了？啊！李治，给我住手！臣遵旨。朝堂上殴打同僚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朕？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文侍郎乃是武状元出身，今天竟被我打成这副模样，毫无还手之力。陛下，您不觉得有些奇怪吗？回陛下，微臣自从担任侍郎一职，武艺的确有所松懈。近日李少卿突然出手，臣不得其解，但念及此处是皇宫之内，不可冲撞陛下，所以才未还手。如果只是武艺松懈，那不妨让陛下看看你的双手吧。习武之人，掌心处必然会有老茧，为何你这掌心非但不见老茧，反而细嫩的如同文人般？李治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陛下，您面前的文侍郎其实一直是有2个人交替出现的，带兵打仗的是一个，与您谈论朝堂政事的又是另外一个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文侍郎有一个双胞胎兄弟，大理寺一直在调查的连环杀人案，皆为此人所为。这是不是真的？陛下，这纯粹是李少卿的臆测啊！不知文某何处得罪了少卿，竟然如此血口喷人。你兄弟与罗总管起争执的时候，偏巧被打惊的小太监看见了。然而与此同时，你却在和陛下谈论政事。那天下早朝，你发现了我们跟踪你，特意绕了路。可是你没有想到，我在你的府上也有埋伏。发现了出现在文府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敢问陛下，这世上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，可否出现在2个不同的地方？绝无可能。这起连环杀人案一共死了3个人，总管、富家公子和大家闺秀。我们在罗总管的衣服中发现了一块记载着行贿者名单的帛书，你自作聪明涂掉了自己的名字，但这帛书的折法却暴露了你的身份。而且，我们还在发现武玲珑尸体的房间中，找到了一套御赐的酒杯。想必陛下应该还有印象吧？没错，这是朕去年赏给众爱卿的。如果你还想狡辩，陛下，证人已经带到。传。